她是个相貌平平的牧羊女，也是男人们口中议论的对象。自从驼背父亲死后，女孩就不再与其他人接触了，但凡有陌生人经过，她都会藏起来。而树下的这个男人正准备用餐，没想到却被女孩的山羊抢吃的。安妮则在树上偷偷地看着，接着男人把她的面包分给了羊。等保罗走远后，安妮才从树上下来。她在地上发现了保罗的小刀，而他的善良则给安妮留下了好印象。这天打猎的卡尔在山上发现羊群，出于对牧羊女的好奇，他便在附近寻找，没想到竟撞见正在沐浴的安妮。她就像个精灵一样在河里舞蹈，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卡尔魂牵梦绕。回到家里，卡尔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他知道他恋爱了。从那天以后，卡尔每天都会躲在暗中观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这天他发现安妮在草丛里布置陷阱，可这样的陷阱怎么可能有用？于是他便把自己抓到的小动物收集起来，然后又偷偷放进女孩的陷阱，接着他便藏了起来，拿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安妮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卡尔这时才敢冒出头来，或许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满足。这天安妮在山上采摘野花，突然听到山下有动静传来，原来是村里人正在清理蓄水池，卡尔也身在其中。此时安妮已经慢慢靠近，她惊喜地发现保罗也在这里，接着她把保罗的那把小刀扔了过去。保罗很奇怪，这把刀不是丢了吗？只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牧羊女，但这里很少有人见过成年后的安妮。Après tout ce qu'on a dit sur elle l'autre soir, sans la connaître, j'en ai rêvé. Je l'ai même embrassée. Et elle se laissait faire? Dans mes rêves, c'est rare qu'une femme me résiste. 卡尔自卑了，无论是年龄还是样貌，都让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安妮。回到家里，卡尔一直坐着发呆。叔叔察觉到他的异样，虽然卡尔嘴上说着没事，但他的眼神却不会骗人。次日刚好撞见卡尔鬼鬼祟祟的，叔叔便连忙躲了起来。只见卡尔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捕好小动物，然后又给安妮放过去。虽然叔叔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现在也只能靠猜。看着安妮去城里卖他捕的动物，卡尔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他去城里卖我捕的小动物了。随后卡尔坐在安妮常休息的树下，这也让他觉得自己与安妮的距离更近了些。就在这时，卡尔发现旁边的草丛有东西，没想到竟是安妮衣服上掉下来的布条。他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如获至宝。他更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叔叔正在思考侄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卡尔接下来的表现更让他摸不着头脑。只见他一个人手舞足蹈，时而低语又时而傻笑。叔叔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试探着问卡尔是不是得了相思病，而卡尔的表现更证实了他的猜想。眼见秘密被道破，30多岁的卡尔竟像个孩子一样跑进屋，然后他把门窗都锁了起来，因为他害羞，所以要隔着门说。Alors, cette femme, tu veux te la marier? Oh oui, ça, je voudrais bien, mais elle ne voudra pas.Et pourquoi? Parce qu'elle est belle et que moi je suis vilain. 卡尔把自己贬低的一文不值，却对爱慕的他绝口称赞。Oh ça oui, papé, c'est la cette vierge sauvage. Si elle disait oui, ce serait une femme extraordinaire pour moi. Je serais heureux comme un roi. 叔叔笑着说：“卡尔好傻，他们家族的财产足以让人心动。”可当卡尔说到是驼背的女儿安妮时，叔叔的表情明显有些不对劲。这天安妮正在休息，几声犬吠把她吵醒，是保罗前来感谢安妮帮他找到小刀，而这些都被躲起来的卡尔看在眼里。保罗说要把小刀送给安妮，可安妮说她不需要。突然低飞的老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飞去的方向正是安妮放置陷阱的地方。安妮意识到有猎物上钩了，随后他拿起兔子向保罗炫耀，可这其实是卡尔偷偷放的，只是没想到安妮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收下了保罗的小刀，然后用野兔作为回礼。看到这一幕，卡尔伤心极了。回到家里，他向叔叔请教该怎么样和女孩子搭讪，他怕安妮会被别的男人抢走。叔叔让他把旧衣服换掉，至少给女孩的第一印象要好，还有就是适当的炫耀一下自己的财富。卡尔笑了，在他看来安妮肯定会答应，可事实却不是他想的那样。卡尔以一套滑稽的扮相出现在安妮面前，而搭讪的方式更是让人尴尬。安妮没有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原来卡尔早在很多年前就见过安妮，那时的她还是个小姑娘。卡尔说他是安妮父亲的朋友，听到说起父亲，安妮转身就离开了。卡尔紧紧跟在后面，他说自己培育的康乃馨远近闻名，也因此赚了很多钱。我还有个很富有的叔叔，他终身未娶，所以他的财富都是我的。卡尔询问安妮是否愿意嫁给他，这样的话就不会在山上受苦了。可不管他说什么，安妮都是默不作声，而且还越跑越远。卡尔似乎还没搞清楚，一厢情愿的只能是暗恋，爱则是需要双向奔赴。尽管他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可那毕竟只是卡尔的一厢情愿。紧接着安妮走了，卡尔垂头丧气地回家。他告诉叔叔没有碰见安妮，虽然没有得到回应，可卡尔的心早已被安妮占据。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爱她。于是卡尔把安妮衣服上的布条缝在胸前，因为那是距离心最近的位置。这天安妮正在布置陷阱，一声枪响惊动了她。安妮连忙找了个位置藏起来，原来是村子里的猎人。他们看到是安妮捕到的动物后又放了回去，因为这是他们欠安妮的。所有人都知道安妮家地里有口权，可因为他们是外来户，所以就没人告诉安妮父亲真相。看着地里枯死的庄稼，他无能为力，因此安妮的父亲被折磨疯了，他死在了田里。
最后，卡尔的叔叔低价买了那块地。得知真相后的安妮伤心不已，原来父亲是被他们所有人害死的，罪魁祸首就是卡尔和他叔叔。傍晚，安妮慢慢靠近他们的老房子，这是父亲死后他第一次来，这里也承载着他儿时的回忆。可当安妮看到正在田间劳作的卡尔，一股强烈的报复念头从心底升起。趁着夜色，安妮潜入花棚，她要烧了这里种植的所有东西，因为这片地本该是父亲的。就在这时，一声惊雷响彻天际，似乎是老天在向他发出警告。可安妮还是点燃了火堆，但老天也好像真的在开玩笑。一时间，大雨倾盆而下，她也只能躲在被窝里无助的哭泣。这天，安妮放完羊准备回去，可这时有一只迷路的羊掉进石头缝里，安妮则在寻找时发现了一个洞口，她跟随着羊的叫声一路向前，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泉眼。这时，安妮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了确认水流的方向，她把旁边的沙子刨进河里。随后，安妮跑向村子的蓄水池，果然沙子顺着水流到了这里。弄清楚了这些后，安妮连夜把水源用石头堵了起来，之后还用粘土进行加固。她要让这里的所有人都体验父亲当时有多绝望。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卡尔，他用来浇灌康乃馨的水池快干涸了。紧接着，村子里也发现了异常，可是卡尔的花等不起，他只好牵着驴子到很远的地方拉水回来。本以为水很快就会来，可是快1个星期了，依然不见有动静。卡尔还是每天拉水回来，尽管他还能坚持，但骡子却已经累怕了。好在省城来了专家解决问题，众人以为他们的救星来了，但专家说这片区域的地图上没有标注泉眼，也就是说这里本来就没有水，想要有水只能等它自己恢复。专家说城里每天会提供1卡车水，可是这样的话卡尔就没办法浇花了。1个多月了，水依旧是没有来。保罗邀请卡尔和叔叔弥撒后参加他的生日。弥撒中途，卡尔发现安妮进来了，可他的眼神一直停留在保罗身上。卡尔这才明白安妮爱的人是保罗，但他看自己时的眼神更像是看罪犯。或许是因为心虚，卡尔低下了头。主教说这是上帝在惩罚有罪之人，或许我们之中就有人犯下恶行。如果真的有，请你主动站出来，无论你犯过什么错，也请试着弥补一下，你会因为悔过而得到拯救，我们的泉水也会因此流动起来。路上，卡尔惶恐不安，因为主教说那些话的时候一直看向他们。叔叔让他不要怕，主教来这里才刚1年，可在生日宴上保罗开始发难，主教肯定是知道些什么，不然为什么总是看向卡尔？叔叔让大家不要乱开玩笑。这时一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让安妮加入游行的队伍，因为上帝会聆听一个孤儿的言语。Oui, maintenant, il faut que tu viennes. Il faut que tu sauves nos œillets. Mais je ne veux pas prier pour l'un des criminels qui ont volé ceux de mon père. 叔叔意识到不对劲，想把卡尔带走，可卡尔想知道安妮能指控他什么。不等安妮开口，叔叔便先解释，那口泉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你父亲因缺少水灌溉庄稼而被逼死，我可怜你们才买下农场和附近的建筑。Mais c'est pas vrai, il ment. La vérité, c'est que la source, elle a toujours existé. La vérité, c'est que la source, vous l'avez bouchée. 可叔叔反问，有谁看到是他堵的？谁又能证明呢？这时有人说他可以。男人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卡尔当时在放哨，而叔叔则在赌拳。当时不说，因为跟我没关系，但现在大家都因此受到惩罚，所以就跟我有关了。卡尔说，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我已经爱你到无法自拔。卡尔一步步向安妮靠近，向她诉说着感情。可是面对害死父亲的仇人，安妮又怎么可能接受？她的眼里现在只有恨。愤怒的卡尔则把一切都怪在叔叔头上。叔叔说，所有知道泉眼而没告诉驼背的人都要对他的死负责。随后安妮说，因为她痛恨我的祖母没有嫁给他，所以才把怨恨转移到父亲身上。众人这才知道，原来驼背的母亲是玛丽。没过多久，卡尔便自杀了。或许他们家族真的要绝后了。叔叔在整理遗体时发现了卡尔缝在胸口的丝带。我撑不了多久了，叔叔，我不再关心我的康乃馨了，因为我的爱，可他永远都不会爱我。他喜欢的人是保罗，而我只有痛苦，这就是我的命。很遗憾离开了您，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随后安妮说出了停水的真相，保罗并没有责怪他，如果换作是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在安妮的指引下，保罗打通了水源。这天是安妮和保罗举行婚礼的日子，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村里所有人都齐聚一堂，准备合影留念，只有叔叔孤零零的一个人去给卡尔扫墓。他给卡尔带了生前最爱的康乃馨。如果说卡尔的死对他来说是个打击，那么事情的真相更是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当年他参军前与安妮的祖母一起过了夜，自那之后玛丽就怀孕了，可是他却远在非洲参军。多年未见的老友说，玛丽当时写过信给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可随着他肚子越来越大，而孩子的父亲却从未露面，慢慢的玛丽成了村里的笑柄，就连家里人也开始嫌弃他。所以玛丽几度试图打掉孩子，她用过药水，可是没什么用。她恨你，所以才嫁给了城里的铁匠。虽然最后孩子出生了，但他却是个驼背。凯撒终于明白了一切，可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收到过玛丽的信，如果有，他肯定会回复。玛丽留给他的便条和木书他都一直保存着。再次遇到了安妮，凯撒已经没有了上前说话的勇气。之后他把财产全部都留给了安妮，也写信告诉了她真相。
你的父亲是我的亲生儿子，可我却折磨害死了他，我甚至都没有认真的看过他，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再见了，我的孩子，爱你的祖父。到头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爱。